嗨，大家好！现在我在2号线的一个叫 Broadview 的车站。刚刚我们在地铁上坐得好好的，突然车停了，来了一个职员，可能是这个地铁的司机吧，急急忙忙说这个车 out of service， 就是出故障了。结果把我们所有人呢就赶下了车，大家现在站台上，但是据他说呢，后面的车再过几分钟就到了，所以这边这个坐地铁非常容易。好，我们就等待下一班车来吧。看来那个上一班的司机说的不错，也就过了不到2分钟，我们下一班车已经来了。现在我们继续去了。现在我们坐的是2号线，到底叫 Kennedy， 但是我们在这个前一个站呢就可以下车。奇怪的是呢，它这边原本连接的3号线有4个站呢，但是写的已经永久关闭了。就本来是可以去到斯嘉堡深处的，但我们就在前一个站下车。这边呢，车的外面看上去都是一些绿树，就明显的感觉已经偏离了城区了。这个车开到这边呢，就感觉慢慢悠悠、摇摇晃晃，可能这个路基不是特别扎实吧。Arriving at Warden Station. 摇晃的非常的厉害。现在呢，我们来到了这个叫 Warden 的车站啊，也是一个普通的地铁站。但是呢，看得出来啊，除了地铁站外面呢，应该还是有一片蛮宽广的地方，我们就到门口去转转吧。我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呢，是坐巴士的地方。你看啊，这边呢，这个巴士啊，还有很多的巴士的登车口。就看来这些巴士还是非常的发达啊。你可以看到像这种巴士啊，一直下去，你就可以转换这边的巴士。明显感觉这个车站呢是一个巴士的转换站，车站呢看上去还是比较陈旧的，但是呢好像功能还是比较完善。特别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它一整排的巴士的站台，去到附近的各个地方，在这个地铁和巴士公用的站台里面随意的走走。你可以看到啊，这些巴士站边上还开了一些小店，包括咖啡店啊、卖面包的，当然也有洗手间等等。就总的来讲，这边都讲究的是一种合理，就你看不出有什么高级感或者豪华感，但是车站呢，就是给大家实际来使用，也就是交通的功能为主吧。
再走出去看看。这边呢就是他们进站出站的地方。同样啊，车站门前呢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机器。这边呢经过一个很长的过道啊，看上去有点简陋，相信呢可以走到大街上去看一看。这个站呢叫 Warden Station， 前面一条马路呢就是 Warden Avenue， 相信呢是这边的一条主街道。最近呢，我们一直在多伦多城区里面主要的那些大街上行走，但实际上真正的生活呢，应该都是在城市边上啊，就是那些老百姓居住的地方。这些地方呢，可以想象它的房价消费呢要比城里低一些，对很多人来讲呢是安居乐业的地方。现在呢，我已经说到了这条大街上，我突然发现这条大街上呢，其实啥也没有，就是一条大街。这就是加拿大多伦多边上那种小镇或者地铁小站边上的这种风景。但是你看到啊，就是那种红色的巴士啊，一辆接着一辆。那个巴士很大，所以这个地方呢，不像我们中国那种地铁站边上啊，就应该是一个商业中心，它并不是，它只是一个交通枢纽、转运中心。然后在这边呢，把人通过这些四通八达的 bus， 再去到很多的小town，大概是这样的一种设计。这就是我现在来到的叫 Warden 的 Station 边上，我想这条路应该就叫 Warden Avenue 吧，这大概可以看到的一种景象。好，就到此一游而已。刚刚到 Warden 车站外面去走了一圈啊，看到啥也没有，就是一个巴士的转运的地方。我们现在呢再回到站台上，继续搭乘2号线地铁去它的终点站 Kennedy， 看看这个 Kennedy 那边呢，终点站啊是不是有一些商业中心。我们也第一次来这里，到处逛逛，看看普通老百姓生活的地方。好，现在我们继续上站台。好，看来刚刚错过了一班地铁。可以看到这些地铁呢，都是款式很老了。现在我在这个Warden地铁站里面，我突然发现这个车站看上去很老了，上面写的Warden几个字就已经是斑驳了。更有意思的就是这个车站里面的这个站台上啊，广告牌都拆了，我估计也没人愿意到这边来做广告吧，所以不花钱就没有广告做。我们的地铁已经来了，现在上车。我现在来到的是地铁的最前端啊，这里的司机的驾驶室啊，我们来看一看，从这个地方到最后一个终点站这个。The next station is Kennedy Station.
后一个站呢，这一段路全部在地下。原本打算看看窗外的景色，结果啥也没看到。好，现在呢已经到了终点站 Kennedy 了。好了，现在我们出站了，这个就是最后一个终点站。看来同样啊，这个地铁站的边上呢，都是一些 bus 去到各个地方。这一出站呢就是巴士站，但是我先到这个站里面随意的走走，看看这个站里面的环境是怎么样的。看得出来啊，这边的这种地铁站或者巴士站呢，它并不是建在一个真正的商业中心，而是在它的边上，然后再通过这些 bus 或者自己开车，最后呢能够去到自己想要去到的地方。所以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种安排啊。跟我们亚洲人的想法完全不一样。就这种建设的理念呢，就有点像中国的高铁啊。因为呢，你如果要去到一些已经发展的比较好的区域呢，成本就巨大。所以这些高铁呢，基本上都是在人比较偏僻地方，最后呢你要通过公共汽车、出租车等等来去到你要去的地方。我们来看看，你看这个 bus 有好多条，这些红色、绿色、蓝色应该都是 bus。好，我们先到站外去走走。现在呢，我已经出到了地铁站外面的巴士站。这些红色的巴士呢，都是当地换乘的主要的交通工具。看来呢，这边等车的人还是有一些。我们在这边转一转吧。还是新来的，不太熟悉这种换乘，也不知道这些 bus 到底去向何方，所以也就是在这边呢随意的走走看看而已。到了这条街上呢，又在修路，这里到处总之就是修路就对了。出来以后看看呢，边上也没有商业中心。可能要去到比较远的地方呢，才有这样的商业，所以呢，我们也打算就到此为止了，还是回到我们车站里面去了。但是这个巴士站还是巨大，相信呢可以去到各个地方的巴士。好了，我们到肯尼迪这个车站边上就这么随意逛逛吧。现在我们要回去了。现在呢，我又回到了站台，坐上了回去的地铁。现在车厢里面，因为这是终点站，等一会儿呢，从这边就往西坐回去。但是我刚刚进来是觉得有点纳闷啊，我好像没有再一次刷卡。可是我刚刚已经出到了路面上，已经来到了巴士站的边上了，然后我又再走回车站里面，居然就没有一个在刷卡进入的闸口，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呢。
总之这边的很多系统都是挺有意思的，很随意，或者说很宽松，大家随便就可以进进出出，也没人管。好，现在呢车已经启动了，我们现在向着来的方向开回去，再去其他的车站附近随意的逛逛。现在呢我们在布洛伊昂前面那个站下车，想去走一个布洛斯特。同样的，这个站是从来没有来过，我们去到街上去看看。前面一个骑单车的是一个送餐员，他推着送餐的单车呢，也上了地铁，然后就出了这条地铁。来到这边呢，就有点搞不清东西南北了。现在呢，我已经走到了布鲁这条街上了。我看到前面有不少的高房子，那边呢应该就是布鲁央车站。布鲁央这边呢，应该是一条比较时尚的，也有很多高级店铺的街道。我打算从这边一路走到布鲁央去。可以看得出来，从这个站出来的这一头呢，高房子开始越来越多了，而我的反方向呢，那边好像还是一片绿地，比较空旷的地方。多伦多这边呢，经常会刮大风啊。其实，在温哥华的时候也是，就有时候风真的刮得很大。刚刚就有一阵大风吹过，差一点把我的帽子吹走了。这段路呢，我从来没有来过，今天是第一次在这条马路上行走。但是布鲁这条街道呢，在多伦多大学的北侧，我们已经逛过很多回了。可以看到了这里呢，就有很多的高楼了，也有很多高层的住宅楼，看上去质量都相当的不错。再往前走几条街呢，我相信就是 Yorkville 这一片啊，大家公认的时尚以及高级住宅的区域了。
边的马路旁边啊，也有不少看上去很扎实的大楼。刚才看到一位占了人行道的司机伸出手来跟大家打招呼，表示歉意。就这边人呢，对于这种公共的秩序，还有就是大家该遵守的这些交通规则呢，还是会非常的坚守。万一给别人造成了麻烦呢，一定会为自己的行为表达一种歉意。到了这边呢，就可以看到有一个大教堂。这个教堂呢，就跟我们看到的其他地方的教堂差不多。这种漂亮的拱门，石头砌成的墙，大柱子，还有高耸的尖顶。它除了有主要的建筑以外呢，还有一些副建筑组成了一套，而且现在有设计师把这个门呢进行了时尚化的设计，看来教会也与时俱进了。瞧瞧，这个教堂门前一个大十字架，一个漂亮的花园。这边呢已经来到了这条 Church Street， 上次去逛过离湖滨比较近的那一段。这边呢看了好多的高级的公寓。走过了 Church Street， 继续在补路上面走一段，前面呢就是补路用。我在那边呢准备再去搭乘地铁。今天只是
沿着2号地铁线就坐几个站，看看它的终点站，还有附近的站、车站外面的一些状况，就跟我们上去逛市一样，就超出我们的想象。在那些稍微偏离城区一些的地铁站，包括它的终点站，没有看到任何的商业，它也就是一个交通的枢纽，通过很多条的巴士线呢转乘，然后去到大家要去的地方。我相信每个城市都会有一些商业的中心啊，包括政府的机构所在地吧。但是呢，它都并不是在一个地铁边上，或者是交通方便的地方。这个是蛮有意思的一种颠覆我们亚洲人心理的一种设计。对面呢就是 W 酒店，我记得上次我这边租车呢，就是从这边进去的。前面呢就是布洛扬交界处了，这边呢也有一些时尚的公寓。那我们在这边呢就准备进到地铁站里面去了，等一会儿再跟大家接着分享，一会儿见。现在呢我走进了布洛扬一座大厦的下面啊，这边呢可以去到地铁的。这边的感觉呢就跟刚刚我们在 Kennedy 那些车站完全是一个天一个地的感觉。就这边呢就非常的时尚，看上去呢完全像一个现代城市的风貌。其实也就是在同一个地铁线上的车站，这个下面的感觉让人有非常不一样的感觉。好，现在我们去坐车去。好，现在呢我们又来到了地铁的站台，但是这个并不是我们要坐的地铁，我们还得要转下下一层才能够坐到2号地铁。Like they saw like taxi single key like ultra that we did. You mean Arthur? Like none of this shit makes money.
这边呢是一个交通枢纽，地铁的1号和2号呢相交的地方，所以你看这边站台里面呢显得非常的开阔。那我现在呢要去找回2号线的向西走的站台，应该在前面换乘。可以看看这个看上去非常老式的站台，像一个火车站的站台，很多年的历史感。站台上人还不少，向西方向的车刚刚开走，我们在这等一阵吧。现在呢，我从这个站下车了。这个站上次其实已经来过一次，我想再去走走，也是在普路这条街上的一个韩国城，或者说韩国街，那边有很多韩国的超市、餐馆等等。我们从这个地方走上去。现在从这里出站，出到一条侧街上，对面呢也有一片绿地，但是我往左拐呢，这边就是补路这条街道了。补路这条街道到了这边呢就平民化了，而这条街呢，等一会儿我们会看到有很多韩国人的商店。有很多韩文的招牌所以对于我们同属亚洲人来讲对亚洲的食物还是比较共通的，是比较能够接受，或者我们也非常乐意呢，到这些韩国人或者日本人开的这种商店里面去转转，去吃一些跟中国的餐饮比较相近的一些食物。从这边呢就可以看到这个房子上面有很多韩文字，虽然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这边也有小型的一个医疗中心，可以专门拍 X 光片。你看，这边有很多韩国 style 的理发店、美发厅。更多的呢，就是这些福利安妇，你看。卖韩国酒的、吃韩国餐的等等这样的商店。前些天呢，我们在多伦多亲戚和我的家人一起呢，就来到了这其中的一家韩国店，吃了一餐韩国餐。
在异国他乡啊，每当吃亚洲食品呢，还是会有一些感觉。啊，这个马路对面啊，有很多的韩国商店，韩文的招牌。韩国文化呢，跟日本文化一样啊，在古代受中国文化影响巨大，所以以前的韩国和日本，他们都是通用汉字，即便到现在呢，还保存着一些汉字的文化。但是随着近代的发展啊，大家基本上已经分道扬镳，已经按照自己的意愿采取自己喜欢的社会体系，就已经跟中国文化呢渐行渐远了。对面呢有一个算是韩国人的超市吧，一条普通的街道，但是呢却是韩国人在这边扎堆的地方，也是像 Chinatown 一样的韩国人的一种抱团取暖的地方。所以你可以看到啊，这种街铺的形式开的这种店，包括餐饮，除了文字不同，当然口味可能也不一样，但是从形式来讲呢，跟中国城基本上没什么两样，只不过它换成了我们中国人看不懂的韩国字，但我们知道它就是韩国的餐馆。好了，我就把这一段呢当做我在今天啊乘坐2号线去到的一些车站和车站边上的一些街道的景色的分享，在韩国城呢就做一个结束。希望以后将来还有机会再到多伦多来逛逛之后呢，吃更多的当地的美食，也包括呢各种亚洲的料理。那我们就在这边呢跟各位打个招呼，结束我们今天的行走慢聊。等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出行的时候与大家再会。谢谢大家的关注，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拜拜。